女人趁丈夫睡得正香，突然偷偷起床，穿好衣服出了门。她趁着月光往村西头走，却不知丈夫早就察觉不对劲，刚才是在装睡。这半年来，她腰伤干不了重活，家里日子紧，媳妇没少跟她拌嘴。眼看媳妇半夜鬼祟出门，她也急忙起身，悄悄尾随在后。秀兰满心想着接下来要做的事，不时羞答答的笑，根本没注意身后。不一会儿，她溜进了村西头单身汉木匠老赵的院子。大强心里一沉，那是老赵家，他脾气倔，媳妇走得早，一直没再娶。好你个刘秀兰，平时温柔贤淑，竟半夜做这种勾当。大强怒火冲顶，正要冲进去，却见老赵从屋里出来，对秀兰点点头。秀兰跟进屋，挽起袖子系上围裙，竟坐在木料边，拿起砂纸打磨一根弯木头。大强愣住，不是约会，是来干活。只见老赵在另一头锯木头，两人离得老远，一言不发，各自忙碌。大强心里嘀咕，自家活都没干完，却半夜来帮光棍磨木头，这比钻被窝更让他难受。得多深的情分，才让他半夜来帮工。他在墙根蹲到鸡叫，秀兰才垂着腰起身，匆匆回家。大强抄近路跑回去，躺下装睡，秀兰毫无察觉。第二天一早，秀兰眼下乌青的做饭，大强憋着火，饭后摔碗冲去老赵家。赵师傅好手艺啊，使唤别人家媳妇也不赖。老赵黑着脸，话不能乱讲，我媳妇半夜在你家磨木头，当我瞎吗？以后离秀兰远点。老赵脸涨通红，憋出一句，你个混球，早晚后悔。说完关了门，大强回家一脚踢翻猪食桶，别喂了，不知养肥了喂谁家的狼。秀兰眼泪打转，我起早贪黑伺候你，你抽什么风？以后晚上再往村西头跑，咱就散伙。那晚大强插死门栓，秀兰坐床上哭了一夜，天亮留字条回娘家。大强心里空落落，躺炕上直哼哼。3天后，大舅哥刚子闯进门，我妹子眼睛都哭肿了，你到底咋欺负她了？大强委屈地说出那夜之事。刚子气笑了，你真是个棒槌，走去老赵家。到了老赵院子，老赵叹口气，指指中间一把造型奇特的躺椅。刚子说，前阵子秀兰回娘家，打听谁能治腰疼，老赵有祖传图纸，能做这种逍遥椅缓解腰伤。可椅子费工，秀兰没钱给工费，就每晚来帮工打磨这椅上108颗木珠，都是他一颗颗磨出来的，手都磨破好几层皮。老赵闷声道，他说赶着你生日前做好给你惊喜，天天熬到凌晨，赶都赶不走。你倒好，使盆子往自己媳妇头上扣。大强像被雷劈中，僵在原地，眼泪哗的流下来。他转身扑通跪倒，哥，我不是人，我混蛋。老赵拉起他，去接你媳妇才是正经。大强连滚爬上刚子的拖拉机，到了丈母娘家，秀兰正坐小板凳上纳鞋底，手上缠着胶布。大强冲过去抱住她，嚎啕大哭，秀兰啊，我错了，我真该死，我腰不疼了，心疼啊。秀兰眼泪吧嗒掉下，再也板不住脸。这事过后，村里人都说张大强因祸得福，腰伤了，却得了媳妇，拿真心换的逍遥椅。每天傍晚，他躺在椅上，秀兰在旁摇蒲扇，日子比神仙还美。所以说，哪怕眼睛看到了，也别急着下定论。有时你以为的背叛，背后藏着的可能是一颗滚烫的真心。两口子过日子，信任就像盖房的梁，梁要是塌了，再好的瓦也遮不住风雨；心要是齐了，黄土也能变成金。感谢您观看，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顺遂。